穿越奥特成为传奇海帕杰顿。然而这里的人类却根本不怕自己，甚至还将我封为护国大蟑螂。直至我艰难地战胜加坦杰厄，即将被赶来的赛迦消灭的那一刻，人类竟然将希望之光全都传递给了我。大蟑螂，不要小瞧我们之间的羁绊啊！那一天，邪神海帕杰顿变成了光，此时的我正迷迷糊糊地站在一处废墟之上，刚想伸手去揉一下发疼的后脑勺，却发现双手竟然变成了巨大的暗金色镰刀。前方还站着3位大口喘气的奥特战士，而他们正是奥迷的老熟人赛罗、戴拿以及高斯。虽然他们看起来伤痕累累，但眼神却异常的坚定。就在这时，3奥的身体爆发出耀眼的光芒，就连胸口上的能量都开始共鸣。见此情形，我的心就像被泼了一盆冰水，感觉拔凉拔凉的。就算自己在迟钝，也知道现在是什么剧情节点了。别人穿越都是从新手村开始打怪升级，而我刚睁眼便是最终决战的高潮时刻，甚至自己再多待一小会，就要变成赛迦的最终经验宝宝。想到此处，我迅速聚集体内的黑暗能量，准备开启空间裂缝踢桶跑路。然而3色光芒已经彻底交汇，赛迦所散发出的威压席卷了整个战场。这一刻，我悬着的心终于死了，甚至耳边都传来了一道洛杉矶口音：“孩子们，这并不好笑。”语音刚落，赛迦的身影毫无预兆的消失，而我身体的战斗本能也先大脑一步做出了反应。随着暗黑色的双翼猛然一震，我的身体瞬间化作一道残影，平移了数百米，几乎是我离开的同一毫秒。赛迦的拳头已经打到了我刚刚的位置，见此一幕，我的魂都要吓飞了，只能疯狂挥舞着2把镰刀，想在胸前摆出一个暂停的手势。但我的行为在赛迦眼里却变成了放大招的前摇，就连口中不停解释的言论落在赛迦的耳中，也变成了不可一世的挑衅行为。于是赛迦以一种根本无法捕捉的速度，连续对着我挥出了数十道极限拳印，而我只能狼狈的用瞬移来回逃窜，并且强行翻找着体内的能量回路。他喵的，那个该死的百特星人把人类关在哪了？还有这具身体的背包按钮在哪里？此刻感受着体内混沌的能量海，我试图找到那些被吞噬的人类。很快我就看到了体内散发着微光的小光球，于是我咬紧牙关，强忍着背后被拳风擦中带来的剧痛，把数十个被光球包裹的人类从我体内给放了出来。看到这一幕，赛迦挥出的拳头硬生生的停在了半空，他旋即用柔和的光芒接住那些掉落的人类，接着将他们安稳的放在地面上。见此，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2把镰刀也有些无力的垂了下来。这下总该信了吧？哪有大反派打到一半主动释放人质的？这可是良心发现的铁证啊！然而当我满怀期待的看着下面的人类，指望他们替自己说2句公道话时，结果这帮人类被救下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忘本。怪物啊，救命啊！他把我们吐出来，肯定是要换个方式折磨我们。没错，奥特战士，快打死他！他就是吞噬了全世界的恶魔。看到这些人类的指指点点，我的心仿佛在不停的滴血。做事要讲良心，讲良心啊！委屈不过的我直接猛跺了一脚。然而我的这个举动也引起了赛罗的注意，把人质吐出来，是想用他们来阻挡我们的视线吗？哈吉顿，你这家伙！这时慈爱的高斯终于开口了，他或许是知道自己走投无路，所以才放弃了人质，可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了他的罪行。闻言，戴拿表示十分的赞同。没错，大家快一起发力干死他！语音刚落，赛迦的双臂开始汇聚光芒，感受到死亡即将逼近，我彻底放弃了沟通的念头，拼命调动全身仅存的所有黑暗能量，然后迅速用镰刀撕除了一道虚空裂缝。在赛迦光线即将命中的前一瞬，我操控着庞大的身躯一头扎了进去，而空间裂缝也随之瞬间闭合，彻底隔绝了那道要命的光芒。与此同时，黑暗的异次元通道，我还没来得及喘口粗气，便感觉体内的力量像开了闸的洪水般疯狂流失。喂，我才当了5分钟的邪神啊，能量这就见底了吗？说着，我试着挥舞双镰，却发现镰刀已经退化成了人类的手臂。直至背后双翼消失的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一种严重的失重感，整个身体也猛地坠入时空乱流。当自己重新睁开双眼时，我才发现自己砸在了一片小区的草坪上，还活着，我居然还活着！感谢老天没把我丢到火山口里。就在我感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时，头顶上方突然传来一声奶声奶气的声音 ：“Go go go！ 我要飞了！”没等昏沉的大脑处理这句话的含义，我便看到一个黑影从树上直挺挺地跳了下来。只听咚的一声，一个小女孩结结实实地砸到了我的身上。此时我只感觉五脏六腑都开始玩起了漂移，脑海中也放起了我这一生的幻灯片，自己躲过了赛迦能打爆星球的极限拳，扛过了跨越时空的空间乱流，最后居然被一个不明飞行物暗杀在了草坪上。这时我的心中燃起一股熊熊火焰，哪怕自己是死，也要看看是什么倒霉玩意砸中了我。于是我咬紧牙关，艰难地转过头去，才发现一个小女孩正坐在自己身上，并且她还眨着水汪汪的眼睛看向自己，真的有肉垫爱。大哥哥，你是在这里专门接我的吗？听到如此恶毒的言论，我费力地翻了个身子，将小女孩从背上扒拉了下来。你个倒霉熊孩子，接你个头啊！谁家好孩子不学习，搁这玩跳楼机啊？说着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然后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熊孩子，赶紧回家吧，不然我让你妈妈打你屁股。闻言，小女孩摇了摇头，接着凑到了我的面前。大哥哥，你是不是那个从天上掉下来的怪兽啊？此言一出，我的心里咯噔一下，这才刚一落地，可不能被当成外星人抓去切片研究啊！我说熊孩子，你动画片看多了吧？什么天上掉下来的怪兽？你咋不说天上掉下个猪八戒啊？还有我哪里长得像怪兽啊？听到我的辩解，小女孩气鼓鼓地鼓起了腮帮。你骗人！我刚才明明看到了天上有一团黑色的火掉下来，然后你就出现在了这里，然而还不给我时间解释。远处就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且密集的脚步声，紧接着是数道刺眼的战术手电从四面八方照射了过来。只见10几个全副武装的安保人员全都端着枪，而黑洞洞的枪口正对准了被小女孩抱着的自己。这时带队的警卫队长大步上前，并用犀利的眼神盯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双手抱头，不许动，立刻放开总监的女儿。此言一出，我先是看了看死死抱住自己的小萝莉，又抬头
头看了看这群如临大敌的持枪警卫，心想我是谁？我又在哪里？还有哪门子的总监？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可是没等自己开口辩解，一名警卫突然从背后给了我一闷棍。待我再次醒来时，便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在了审讯椅上，这也让我有些无语。想我堂堂传奇海帕杰顿，单手能撕开时空裂缝的究极生命体，现在居然因为接住了一个熊孩子被当成嫌疑犯审问。就在我考虑要不要调动黑暗能量把手铐震碎时，一个身穿制服的中年男人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而他的身边正是砸中我的那个小女孩。我是 TPC 总监森山宗一郎，我的女儿千夏平时太调皮了，多谢你这次出手相救。说着，他连忙派人解除了我的限制，然后向我伸出了橄榄枝。神秘人先生，为了表达 TPC 的感谢，我决定给你一个进入终极胜利队的机会，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听到 TPC 3个字，我的眼睛瞬间亮了。按照自己多年刷剧的经验，有这种防卫队的地方，那绝对隐藏着奥特曼的人间体。如果我加入这个队伍，不仅能混个合法的高级身份，而且等怪兽出现的时候，我就躲在防卫队的飞机里摸鱼，前排 VIP 专做观看奥特曼打小怪兽，等他们打完了，我再去偷偷吸点残留的绝望情绪。这简直是完美的邪神养成计划。想到此处，我脸上堆满了真诚的笑容。总监大气，您放心，这终极胜利队我加定了。翌日 TPC 总部，经过一番体检和训练后，我被分配到了梦寐以求的后勤岗位，每天就坐在指挥室里看大屏幕。虽然不像防卫队总是冲在最前面挨打，但最后肯定会有光之巨人出来救场，无论是迪迦也好，还是戴拿也罢，甚至来个特利迦都没有问题，反正不用自己出手，说不定还能趁机去捡个漏。这日子简直爽的一批。就在我准备舒舒服服瞌睡一会时，指挥室的警报灯突然毫无预兆地闪烁了起来。白石队员见状立刻调集情报数据，只见画面中原本平整的马路突然剧烈翻滚，紧接着一只庞然大物从地底钻了出来。神奇队长，确认目标为超大型地底生物，热源反应正在其喉部聚集，他要发动能量攻击了。语音刚落，戈尔赞对城市发起了攻击。见此情形，副队长立刻带领队员驾驶战机进行对抗。只是人类的科技对于怪兽来说太过小儿科，甚至连给戈尔赞擦皮鞋的资格都没有，不到一会便被怪兽的射线给整了下来。这一刻所有人都慌了神，唯独我一人在气定神闲的看戏。毕竟战机尾翼受损，地面部队节节败退，接下来就该是高潮环节了。只要天空中闪过一道耀眼的光芒，那个传说中的光之巨人就会伴随着专属 BGM 隆重登场，接着把这只紫皮大憨憨按在地上暴揍。来吧，随便来哪个都行，只要把流程走完，我就可以捡漏去了。想着想着，我甚至激动地搓了搓手，眼睛死死盯着屏幕里那灰蒙蒙的天空，生怕错过了奥特曼华丽的出场特效。然而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城市都快变成炼狱了，都不见任意一个奥特曼的身影。这一刻我承认我慌了，于是在和队长打了个招呼后，我立刻来到了厕所中，直接用双手撕开了外衣。 I am Super 杰顿。说完我发动了短距离空间跳跃，画面一转便来到了城市中央，而我体内的黑暗能量也在这一刻疯狂暴涨。为什么奥特曼挂机？为什么这种活还得我这个反派干？这到底算哪门子的邪神剧本？不纯纯在逼昌为良吗？虽然我嘴上骂的极度难听，但还是变身成了海帕杰顿。就在戈尔赞即将踩死路边的小女孩时，一道黑暗火焰顿时冲天而起，硬生生将戈尔赞庞大的身躯震退了数米。此刻感受到高位捕食者对低位生物的绝对压制，戈尔赞发出了不安的低吼。随着他身上的脉络开始亮起，一道粗壮的光线直奔我的面门而来。见状我懒得闪躲，胸口的黄色发光体只是微微闪烁了一下，空间屏障便瞬间在面前展开。当戈尔赞的光线撞在屏障上的那一瞬，居然连一丝涟漪都没能掀起。见此一幕，戈尔赞愣住了，他显然没能理解自己的绝招为什么会毫无效果。就在他愣神的这半秒钟，我直接瞬移到了戈尔赞的面前，抬起那把闪烁着黑色电芒的巨大镰刀，对着戈尔赞狠狠地劈了下去。顿时刺耳的碎裂声响彻整座城市，戈尔赞的胸前也多了一道深不见底的伤口。太弱了，果然这就是新手村级别的强度。说着我不再浪费时间，胸口的黄色器官爆发出耀眼的强光，一颗凝缩版的暗黑火球被零距离轰入进了戈尔赞的伤口。霎时间，一朵黑色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戈尔赞也随之化作了漫天的紫色光点，接着被我贪婪地吸入体内。此刻我感觉干涸的能量恢复了一小半，满意的伸了个懒腰后，我开始望向天空，试图寻找奥特曼可能存在的踪迹时，那个被救下来的小女孩突然朝着我不停地招手。谢谢你，黑色的甲虫哥哥。这句感谢像是一个信号，原本还在周围瑟瑟发抖的市民们顿时爆发出劫后余生的欢呼声。他没有攻击我们，是他刚才把那只怪物打死了，他是来救我们的。没错，我们终于活下来了。听着这些欢呼声，我顿感一阵头皮发麻，只因空气中的绝望情绪正在以光速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人类盲目又热烈的感激。停，别感激我啊！我长得这么吓人，你们难道不该抱头鼠窜吗？然而下方的人类却丝毫不慌，甚至还想来我的身边与我合影。见此情形，我连忙挥舞着两把大镰刀，试图重新树立一下自己的恐怖形象。然而小女孩在听到我吱顿的叫声后，她却认为大甲虫是在向他们说不用谢。得知这一消息的人类更加疯狂了，见状我也彻底崩溃了。这帮人的脑回路到底是怎么长的？这算哪门子的不用谢啊？尤其是感受着体内刚积攒起来的黑暗能量像被扎破的轮胎开始呲漏气时，这种感觉比杀了自己还要难受啊！于是我不敢再多做停留，立刻调动体内残存的空间之力。当空气中闪过一阵阵涟漪，我庞大的身躯也瞬间消失在了原地。2分半后，空间裂缝在一条昏暗的小巷中再次打开，而重新变回人形的我却脸色苍白，并狼狈地跌坐在了地上。你奶奶个三角篓子的！人类这个正能量扑腾一下子，直接精准定位，差点把我剩下的这半条小命给崩飞了。说着我惊奇地发现，只要自己
己将怪兽消灭，那么人类的绝望就会转化为希望。可这种情绪的断崖式下跌，就会让自己的黑暗力量流失得一干二净，简直就是一个无法破解的死循环。就在我正怀疑人生的时候，口袋里的防卫队通讯终端突然震动了起来，于是我手忙脚乱地按下接听键，入耳便是副队长那仿佛要吃人的咆哮声：“蔡坤坤，危机都已经解除了，你就算掉进马桶里，现在也该爬出来了。”听到副队长的呵斥，我熟练地编着瞎话，然后麻溜地朝着基地跑去。与此同时的 TPC 总部指挥室里，气氛并没有因为戈尔赞的死亡而变得轻松，反而屏幕上定格着海帕杰顿消失前的画面。虽然我还没有赶到，但此刻神奇队长的眉头紧锁，显然要提前召开会议。于是众人仔细复盘了一遍怪兽的来历，以及他为什么会帮助人类。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后，他们决定将怪兽命名为失败的狼，并准备将其公布于众。但就在这时，我终于赶了回来。各位等一下，他的名字叫海帕杰顿。此言一出，偌大的会议室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像高功率监控一样，并死死定在了我的脸上。见此情形，我恨不得抽自己2个大嘴巴子，心想这下底裤都要被看穿了。于是不等队长主动质问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我便使出了奥斯卡的演技表演。各位，咱们防卫队以后出去打怪兽，总不能在通讯里大喊注意蟑螂吧？再者说了，人家好歹救了避难所那么多人，叫人家蟑螂实在有点太冒犯了。闻言，神奇队长思索了片刻，最终还是赞同了我的提议。随着 TPC 公布海帕杰顿这个霸气的代号后，大屏幕上播放着网络论坛的实时动态，官方认证了，这名字好帅，配得上咱们的黑暗守护者。感谢海帕杰顿救了我女儿，他果然是我们人类这边的神。什么邪神？这分明是面恶心善的傲娇守护兽啊！看着这些满是感激和崇拜的评论，我只感觉心在不停的滴血。造孽啊！怎么别人打怪就能升级爆装备，到了我这里却变成了救人掉段位，这让我以后怎么混啊？就在我琢磨下次该如何当个反派时，指挥室里的警报灯再次闪烁了起来。见状，白石队员顿时叹了口气，咋还没完了呢？戈尔赞不是已经连灰都不剩了吗？说着，他将屏幕的画面切换，只见一只长着巨大双翼的怪兽正朝着沿海机场的航站楼疯狂俯冲。看到梅尔巴出现的那一刻，副队长立刻将手拍到了我的肩膀上。既然你射击测试全部脱靶，不能上前线开枪，那就去做黑泽的后座，负责近距离记录那只未知生命体的数据。闻言，我下意识的想要拒绝，但副队长根本不给自己反驳的机会，拉着我的手便走向了机场。蔡坤坤，就算你这次拉在裤子里，也得给我憋着上天。随着战机开始缓缓升天，一股完全无法形容的失重感顿时涌上了我的心头。副队长透过后视镜看到这一幕后，他的嘴角不自主地翘了起来。喂，兄弟，你的脸怎么绿了？就算是第一次上天，也不至于高兴成这样啊！我兴奋你妹啊！然而这时窗外突然传来了怪兽的咆哮声，还没看清梅尔巴的具体方向，一道恐怖锋刃便已经命中了战机机翼，战机也瞬间失去了平衡，并朝着下方的废弃工厂栽了下去。此刻副队长闭上了双眼，耳中开始响起老大的小曲。见此情形，我再次抱一变身，巴啦啦能量，海帕杰顿启动。下一刻，整架战机被我抱在了怀里，在将它轻轻放置地面后，我庞大的身躯瞬间在原地消失。梅尔巴见状，刚要把速度拉到音速，就看到我挥动那对沉重且锋利的连爪，像拍苍蝇一样，一巴掌抽在了梅尔巴的脑袋上。顿时一道凄厉的惨叫声响起，梅尔巴像一颗失控的陨石般砸落地面。他喵喵的奥特曼呢，每次都得我这个反派亲自下场打怪，这防卫队的工资拿的也太亏了。于是不给梅尔巴任何喘息的机会，我学着奥特曼张开了双臂，只见滋的一道射线打去，梅尔巴的身体发生了剧烈爆炸，顿时化作了漫天飞舞的能量。再将这些能量全部吸入体内后，我立刻张开双臂飞向了天空。不多时，废弃工厂外出现了一阵空间扭曲，我也跌跌撞撞地朝着战机的方向走去。就在我准备把昏迷的副队长从驾驶舱里拖出来，好装作一副拼死幸存的样子回去交差时，一道声音突然在我身后响起：“蔡坤坤队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从战机以近乎垂直的角度坠毁到那只海帕杰顿出现并消灭梅尔巴，中间一共过去了7分钟，而你一个重度晕机、体能垫底的普通人，不仅奇迹般的从这堆废铁里爬了出来，还连一块皮都没擦破。你能解释一下这7分钟里你在做什么吗？”闻言，我的冷汗直流，死脑袋，你快点想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旁边严重变形的驾驶舱里突然爆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嗨，我还活着吗？只见副队长满脸黑灰，从座椅上艰难地抬起头来，甚至还朝我竖起了一个颤抖的大拇指。我就说我能迫降成功吧，这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完美机动，绝对能载入终极胜利队的史册。看着副队长这自卖自夸的行为，我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但心里却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心想这小子醒得真是时候，简直是自己的救星。于是我连忙顺水推舟，立刻装出一副惊魂未定的虚弱模样。队长，你可太高看我了！战机刚一撞地，我就直接被震晕了过去，脑子里现在还全是星星在转圈。闻言，队长没有继续追问，而是若有所思地摸索着下巴。虽然他没有证据，但是直觉告诉他，这个看起来贪生怕死、身上毫无亮点的队员绝对藏着秘密。1个小时后的 TPC 总部中心，在将副队长安顿治疗后，一行人围在指挥室的大屏幕前。原本我是不想参和讨论屎壳郎大侠的话题，奈何热搜榜第1名的位置赫然挂着一个带着火焰特效的巨大标题：理性探讨官方定名的海帕杰顿本质上是不是一只变异大蟑螂？尤其是点赞最高的几条评论简直惨不忍睹，这名字太中二了，听着像什么老年保健品，还是蟑螂大侠接地气，他是咱们的护球神宠。紧接着第2条热搜更离谱，芝顿护球
由神虫鬼畜摇，看着一个比一个离谱的玩意出现，我决定亲自披挂上阵，好好整顿一下这乌烟瘴气的网络风气。于是我拿起自己的手机，注册了一个名为暗黑破坏神的小号，然后疯狂在里面刷帖。什么蟑螂？那叫海帕杰顿，那是掌控空间的暗黑魔神。你看那致命的暗黑火球，绝对是纯粹毁灭的象征。请保持对邪神最基本的恐惧和敬畏。在发完这一串掷消息后，我相信凭借自己这番掷地有声的科普，一定能唤醒这群无知人类的恐惧。然而没过10多秒，一连串的回复弹了出来。呦，楼主这语气显然急眼了啊！没错，分析的这么细致入微，楼主难道是怪兽本人吗？破案了，兄弟们，楼主绝对就是那只大蟑螂，他现在正躲在哪个网吧里，用2把大钳子费力的敲着键盘呢？见此一幕，我差点一口老血喷在屏幕上。下次再有怪兽出来，我绝对要袖手旁观，我就搬个板凳坐得远远的，看着你们这帮不识好歹的家伙哭，等你们彻底陷入绝望，等恐惧的能量吸到满意，我再出去收割，绝不再当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免费打手。就在我心里盘算的邪神复仇计划时，白石抱着平板凑了过来，他的脸上也带着憋不住的坏笑。蔡坤坤队员，网友们一致决定，海帕杰顿是这只怪兽的严肃学名，而蟑螂大侠则是大家赐予他的专属爱称。你觉得怎么样呢？闻言，我额头上的青筋突突直跳。就在自己即将像火山般爆发时，指挥室的警报突然毫无预兆的炸响。见状，白石队员立刻切换状态，屏幕上赫然出现了一片海岸场景，目标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冻结海面，更像是某种未知的生物冷冻能量。在听完白石的分析后，黑泽队员有些蠢蠢欲动。队长，让我去吧，我的战机刚加装了最新型的高温引擎，对付区区一只海鲜绰绰有余。但队长却毫不留情地泼下了一盆冰水。我不会拦你，如果你想变成一座冰雕，那你就去吧。就在这群人为了战术争论不休的时候，我却悠闲地捧着个保温杯，并且心里乐开了花。哈哈哈，大范围的低温冻结，绝对能把那帮人类吓得屁滚尿流。看着大屏幕上四散奔逃的工人和市民，我暗暗给这只新出场的大螃蟹点了个赞。只是刚想美滋滋地享受一番暗黑能量时，队长便一脸坏笑地来到我的面前。蔡坤坤，这次行动你也去。说着，他打开了指挥室的通讯频道，而里面竟然传来一道带着哭腔的稚嫩声音：坤坤叔叔，你们能不能快点派飞机去救救冷冻仓库呀？里面有给避难所小朋友们准备的草莓蛋糕，还有我特意留给大蟑螂哥哥的一份，要是被冻坏了，小朋友们全都会哭的。听到签下的声音，我手里的保温杯直接掉落在地。去他的暗黑能量，感动总监的女孩，甚至想动我的蛋糕，你今天算是走到头了。说完，我和队长一起坐上了战机，不到片刻便来到了目的地的上空。而此时的雷丘巴斯正迈着沉重的步伐，正对着四周的建筑物大肆破坏。就在他准备将3号仓库砸得稀巴烂时，一道炽热的激光打在了他的身上。见状，雷丘巴斯抬起了脑袋，下一刻他的口中开始汇聚能量，对准我们的飞机便喷射出了冷冻气体。队长见状，立刻按下弹射按钮，直接将我们弹射出了战机。当2人平稳落地后，我开始一本正经的胡扯：队长，这冷空气可是一个巨大的危害，我申请去后方进行全方位安全排查。听到这漏洞百出的借口，队长连一点拆穿的心思都没有。你对大后方的安全还真是充满了不合时宜的热情。在丢下这一句话后，队长立刻前往前线组织救援，而我则是迅速来到隐蔽的场库，开始了今日份的报一：海帕杰顿合体。在雷丘巴斯还未有所反应的瞬间，一发1兆度火球便将其震退了数百米。见此一幕，原本撤离的市民顿时爆发出了惊呼，甚至有人拿出手机开始疯狂拍摄。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大蟑螂。没错，大蟑螂来救我们了，我就知道他会来的。守护神，快把那只大螃蟹打跑！听着这些乱七八糟的称呼，我气得牙根直痒痒，但还是压下心头想要骂街的冲动，努力摆出冷酷无情的反派造型。我要在所有人面前宣告，自己只是来保护食物资源的，绝对不是为了拯救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类。于是我对着下方的人群怒吼：听好了，都给本邪神闭嘴！这仓库里的东西是我的贡品，谁敢动一下？我自认为这番话说的霸气侧漏，反派气场直接拉满。可是外界听到的依然是熟悉的之顿。雷丘巴斯也被这嚣张的叫声彻底激怒。身为堂堂宇宙海寄兽，怎能容忍一只黑色大虫子指手画脚？于是他张开血盆大口，喉咙深处亮起刺眼的蓝光。原本我是准备调动空间力量，然后速战速决把这只螃蟹给秒了的。但就在自己瞬移的那一刻，我突然被不远处悬停的新闻直升机吸引。只见直升机侧面的舱门大开，一个扛着专业摄像机的记者正将镜头对准自己吴彦祖般的帅脸。各位观众，千万不要眨眼，这是历史性的一刻。传说中的黑色魔神，官方代号海帕杰顿，就在我们不到50米的地方。伴随着记者的狂吼，全网直播间瞬间涌入了上千万观众，弹幕密集的连画面都快看不清了。我次那个黑色的恶魔又出现了。此刻恐慌在一部分不了解我的人群中蔓延，这些负面情绪顿时化作无形的养料，疯狂地涌入我的身体。感受着体内迅速充盈的暗黑能量，我心里爽得简直想仰天长啸。对，就是这个感觉，尽情的害怕我吧。此时我挺直腰板站在原地，甚至让胸口的发光体更耀眼一些，力求在直播中留下恐怖绝伦的反派背影。然而就在我沉浸在回蓝的快感中时，远处的人群突然有人大喊：你们快看他站的位置，他不仅没有踩我们的车，还挡在了3号冷冻仓库的前面。此言一出，瞬间改变了舆论走向。原本少数因恐惧而诋毁的网民们，也渐渐转变成一种莫名的感动。
敏锐察觉到了这种情绪的变化，我体内刚刚上涨的黑暗能量，现在居然有了停滞的趋势。沃德发，你们在瞎感动什么？此刻我忍无可忍，于是决定拿面前的雷丘巴斯开刀。只见我直接瞬移到了他的面前，2把镰刀划出了致命的十字寒芒，顿时雷丘巴斯的巨大钳子被7根斩断。不等他发出一声惨叫，一颗被压缩到极致的暗黑大火球被我直接塞进了他的嘴里，轰隆一声巨响。雷丘巴斯化作漫天的能量光点，然后被我悉数吞噬殆尽。就在所有人以为大蟑螂会离开时，我却走向被冰层覆盖的3号仓库，然后发射出一道柔和的光线。不多时，整个仓库的坚冰开始融化，那些被冻得瑟瑟发抖的工人很快便脱困从里面跑了出来。然而看着这尊巨大的黑影，他们非但没有害怕，反而激动地大声呐喊：谢谢你，海帕杰顿，你救了我们，也救了孩子们的蛋糕。听到这句话，周围的市民再次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而直升机上的记者更是激动得语无伦次。奇迹，这是真正的奇迹！海帕杰顿不仅消灭了怪兽，甚至还贴心地救出了被困人员。谁要救你们了？别用那种感动的眼神看着我啊！说完，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即将被掏空，于是二话不说开启了空间传送门跑路。几分钟后，附近一条昏暗的巷子里，我跌跌撞撞地滚了出来。虚死我了，这破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时我大口喘着粗气，从兜里掏出手机查看最新消息，结果气得差点当场圆寂。天哪，大蟑螂这也太温柔了吧，居然还帮仓库解冻。楼上的忙声，你发现了滑点，那个仓库里装的全是小学生的草莓蛋糕。破案了，这只长相恐怖的怪兽本质上是个喜欢吃甜食的傲娇吃货。见状，我痛苦地捂住脸颊，然后顺着墙壁无力地滑坐在了地上。我的反派尊严就这么全毁了。然而在我悲痛欲绝的时候，屏幕里突然播放了下一条新闻。只见千夏对着记者的麦克风，信誓旦旦地举起了小拳头。我早就知道了，怪兽哥哥一定是个特别温柔的好人。随着这则新闻的播出，我的躯体越发的虚弱，甚至连走回基地的力气都快没了。于是我当即联系队长，拜托他立刻来接走自己。不久后的胜利队总部，缓过劲的我决定掀起一场舆论反击战，必须把人类的恐惧感给拉回来。只是刚一打开手机，满屏的热帖标题直接将我的三观彻底击碎。榜首第一，震撼发布，芝顿语言学入门基础，教你听懂守护神的心声。帖子里一个自称声学专家的楼主，他将海帕杰顿的芝顿发音全都截取了下来，然后做成了复杂的波形图，接着在帖子里发表他的见解。大家请看，当怪兽戈尔赞出现时，海帕杰顿发出的芝顿音调低沉短促，这明显是在表达愤怒。翻译过来就是你敢动我罩着的人试试。而在刚才的冷冻仓库事件中，他在镜头喊出的2声芝顿尾音上扬，且带有轻微的颤音，这绝对不是威胁。结合当时的情况，这句芝顿的准确翻译是：各位，请不要浪费草莓蛋糕哦。看到大神头世道的分析，底下的评论区直接陷入了狂欢，全部是感谢大佬科普、守护神太可爱了之类的留言。见此一幕，刚苏醒的我再次被气得晕了过去。然而不等队员们将我送进医务室，指挥室突然响起的芝顿，瞬间便将我惊醒。我次奥，给我吓尿了！我还以为是自己漏电变身了。在扫视了一番现场状况后，我才发现科技顾问星野戴着监听耳机，正对着屏幕上的波形图不断分析。队长、副队长，我成功建立海帕杰顿的初步音频样本库了。如果能破译这几段频率背后的真实意图，我们就能准确判断出海帕杰顿的攻击前摇。这样一来，在未来的战斗中，我们胜利队就可以和他形成战术配合，然后做到真正的零误伤。听到星野的描述，我顿时被惊掉了下巴。没想到这帮人不仅不害怕自己，居然还想着跟自己打配合。只是真让他们搞出个同频翻译器，那我这反派的底岂不是要被扒得一干二净？想到此处，我干咳了2声，试图打断这荒诞的学术研讨会。各位，我觉得星野的观点太乐观了，万一这怪兽只是单纯的嚎叫呢？就像夏天的知了一样。此言一出，指挥室瞬间静了下来，所有人都将目光纷纷投向了我。星野更是露出了不悦的面子。蔡坤坤队员，我查阅了最近2次怪兽袭击的记录，每次海帕杰顿出现的前后几分钟里，你都会以极其精准的时机从队中的监控视野里消失，能详细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闻言，我的冷汗瞬间就下来了，心想这人的直觉未免也太可怕了吧。队长还没发话，他倒是先查起考勤来了。就在对方还想继续追问的时候，突如其来的警报声打断了所有人的思绪。白石见状，迅速将最新的情报投屏。队长，采石场传来求救信号，多名工人瞬间变成了石头，地底的巨型生命体苏醒了。见此，我瞬间反应了过来，采石场把人变成石头，这剧情我熟啊，绝对是地底怪兽加库玛出现了。随着队长下达战斗指令，很快全副武装的战机飞出了总部，我则是坐在狭小的副驾驶内，感受着身体传来的阵阵虚弱感。自从被全网封为温柔大蟑螂后，自己体内的黑暗能量就再也没涨过，甚至还为此掉了一大截。眼下好不容易来了个狠角色，希望他们俩到时候能猛一点，只要绝望的情绪不断蔓延，自己干瘪的蓝条就能瞬间回满。就在战机越来越靠近目的地时，通讯器突然传来副队长焦急的声音：情况有变，西南郊外的盘山公路上有一辆小学郊游的大巴车，因为怪兽引发的落石被困住，车上有30多个孩子，并且总监的女儿千夏也在那辆大巴车上。话音刚落，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造孽啊，怎么哪都有这小祖宗啊，自己最看不来孩子们哭了，我必须直接把加库玛给秒了。2分半后，战机缓缓降落在满是碎石的公路上，队员们刚准备靠近前方的校车，地底突然传来阵阵沉闷的嘶吼声，仿佛有什么庞然大物即将破土而出。顿时车厢里传来了孩子们的哭喊声。见状，我明白是时候变身了。队长，我刚才下飞机的时候听见发动机有异响，为了保障大家的撤退路线万无一失，我申请去检查一下。说完不给队长反驳的机会，我一溜烟冲进了战机的死角，看着那落荒而逃的背影，队长眼神中的怀疑越发浓重。只是不等他有所迟疑，校车上方的山坡彻底炸开，一只独角巨兽咆哮着钻出了地面，
见此情形，队长立刻下令让所有队员迅速疏散被困学生，而加库马也第一时间锁定了下方的校车。当他张开布满獠牙的巨口，喉咙深处渐渐亮起刺眼的光芒，下一刻致命的石化光线直奔孩子们射去。就在这生死关头之际，一道比夜色还要深邃的巨大黑影硬生生地挡在了大巴车的前方。见此一幕，千夏高兴地跳了起来，出现了，是大蟑螂哥哥。随着千夏这一嗓子，原本已经绝望的孩子们竟然奇迹般的停止了哭泣。哇塞，蟑螂大侠爱，这真的是太酷了！听到孩子们的爱称，我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你才是蟑螂，你们全家都是蟑螂！本大爷是高贵的海帕杰顿，是全宇宙最强大的死神，可话到嘴边，依然是让人崩溃的电子颤音。这下孩子们不仅没被吓到，反而欢呼得更大声了。而千夏甚至骄傲地叉起小腰，向伙伴们翻译着脑补出的这顿语言。听到了吗？蟑螂哥哥在说别怕，有我在。见状，我彻底放弃了沟通念头，接着将满腔怒火发泄在了加库马身上。都怪你这头蠢牛，要不是你动作这么慢，本大爷早就吸满绝望能量走人了。说着，我闪身来到了他的面前，上去就是一击狠狠的肘击。加库马虽然被压制的连连后退，但生物的本能让他不甘心就这么认输。于是加库马昂起头颅，咆哮着冲向了我。见状，我冷哼一声，胸口的发光体瞬间爆发出耀眼的强光，随后一发狂暴的恐怖光柱精准的命中了加库马的胸口。砰的一声巨响，加库马瞬间化作了灰烬。见状，我迅速张开双臂，一口将散落的怪兽能量吞噬，感受体内正在流失的力量。我不敢再多待一秒，生怕这帮熊孩子再喊出什么惊世骇俗的称呼。于是我直接调动空间力量，瞬间消失在了山谷之中。不久后的战机发动机中，我满头大汗的从里面钻了出来，而队长正似笑非笑的看着自己。蔡坤坤队员，你这检查的可真够仔细的，10分钟都没出来，我还以为你被卡在传动轴里了呢。面对他的调侃和质疑，我心虚的打着哈哈进行敷衍。但就在这时，星野抱着笔记本走了过来。队长，我这里有个更惊人的发现，根据无人机捕捉到的能量波动，海帕杰顿在和加库马交战时，他的能量输出比他第一次面对戈尔赞时足足下降了15%，这说明他的力量在衰退。闻言，我听得直翻白眼，心想本大爷的力量衰退，还不是怪你们这群人类，一天到晚不害怕，还光知道感恩。我的蓝条都被你们吸干了，你还好意思拿出来当研究成果公开处刑？此刻我心里郁闷的要命，正盘算着下次该怎么吓唬一下市民，把丢掉的绝望情绪赚回来时，队长突然惊呼了一声，瞬间打断了所有人的思绪。星野顾问，你快看网络频道出什么了！闻言，星野迅速在键盘上敲击，很快将主流视频网站的画面切到了屏幕上。只见原本所有的正常网页全被强行替换成了一个诡异的画面，画面中一个诡异的人形生物悬浮在半空中，而他的声音通过网络传遍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愚蠢的人类啊，你们居然将一只带来灾厄的黑暗虫子，并将它奉为守护神明！我现在告诉你们，那只是一头伪善的野兽，只有伟大的基里艾洛德人才是真正引导你们走向光明的神明。说完，他张开了双臂，身后突然窜起数十米高的火焰，他那微弱的黑暗根本无法保护你，等着看吧！一旦真正的基里艾洛德神降世，他将会对那只虚伪的虫子进行审判。语音刚落，画面彻底戛然而止，我也被这个装杯泛气的牙根痒痒。这什么情况？想蹭本邪神的流量吗？自己辛辛苦苦打怪兽，差点连饭都吃不饱，现在随便跳出来一个不知名的神棍，不仅要抢自己大反派的牌面，还要踩着自己上位当什么救世主，这抢戏抢得也太明目张胆了吧！看到我的脸色黑了下来，队长摸索着下巴沉思。星野顾问，立刻追踪信号来源，全程网络被瞬间劫持，这不是普通的黑客攻击，对方拥有高度发达的通讯技术。很快各大社交媒体的服务器恢复了正常，不过与基里艾洛德人预想中的跪地求饶不同，实时弹幕显示的全是网民的骂声。这头上冒火的家伙是谁啊？这出场特效也太拉胯了吧，妥妥的1块5毛钱特效。没错，他居然敢说海帕杰顿是虫子，你见过能手撕空间一拳打爆大山的虫子吗？就是，还自称神明呢，我看就是个搞推销的。上次的远古怪兽比你嚣张多了，现在坟头草都2米高了。更离谱的是，孩子们也加入了网络保卫战，千夏带头成立的怪兽哥哥观察会，他们疯狂上传海帕杰顿救人的混剪视频，并且还配上了极其热血的专属 BGM。看着这一面倒的舆论，我的心中莫名生出了一种我赢了的爽感。对方就这点出场台面，连个空间震荡都不会搞，还敢抢自己的风头，活该被全网群嘲。与此同时的另一边，悲天悯人的神棍彻底绷不住了。愚昧无知的人类，你们竟敢亵渎神明，去维护那只肮脏的恶魔！既然你们执迷不悟，那我就收回对你们的仁慈。今晚我将降临城市中心，当着你们所有人的面前，亲手对那只虚伪的虫子进行死亡审判。不久后回到胜利队总部，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基里艾洛德人危机，队长亲自书写了一篇发言稿，然后递到了我的手中。这是公关部开会做出的决定，点名要求你作为胜利队的代表上台。闻言，我只是瞅了眼上面的内容，脑袋就顿时摇得像个拨浪鼓一样。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这么社死的宣传广告我才不拍呢。面对我的拒绝，队长也没有废话，直接粗暴地将我拉进了化妆间。一昆时过后，我穿上了海帕杰顿的皮套，不情不愿地站在了拍摄台上。反诈骗小课堂第一幕 Action。 随着导演的话音落下，我瞬间进入了影帝状态。画面从一处雪山上开始，只见基里艾洛德人濒死地躺在雪地上，而我却拿出一个包裹，然后放在了他的面前。这是一只酱板鸭，希望你能度过这个冬天。说完，画面一转，转眼又到了春天。只见我在院子里劈柴，突然院门口来了一个女人，你可曾在雪山救过基里艾洛德人？闻言我大吃一惊，你是基里艾洛德人？
还是那个降板鸭，亦或者是雪山？都不是，我是雪山上的歪脖子树。那日你路过时，为什么不扫反诈 IPP 二维码？没有反诈意识，就算你家财万贯也经不住骗。谁说我没有下载？说着我掏出了手机，然后将反诈 IPP 亮了出来。反诈在心，百骗不侵。海帕杰顿告诉您，时刻防范陌生人的不良信息，遇到事情及时告知师长民警。很快这条视频被投放进了各大媒体网站，它瞬间引起了广大网民的讨论和反响。而我也作为反诈大使参加了电视台采访。蔡坤坤队员，那个基里艾洛德人的外星人劫持了全网，请问 TPC 对此有什么应对措施吗？闻言我清了清嗓子 ，TPC 在此郑重呼吁，网络事件只是一场手段高明的黑客恶作剧，请大家不要轻信那些自称能带来光明的宇宙神明。语音刚落，弹幕顿时如滔天海啸般扑来。说得好，那个满头冒火星子的神棍也配叫做神明？就是，跑来抢我们大蟑螂的流量，活该被官方定性为诈骗。就在网友们议论纷纷的时刻，一声震耳欲聋的雷声在城市上空炸开，连同发布厅的地板都跟着剧烈震动。见状，所有人惊恐地看向窗外，只见基里艾洛德人的半身像正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座繁华的城市。愚昧的人类，我会在你们所有人面前亲手撕碎你们对那只黑暗虫子的可笑幻想。此刻震天动地的爆炸声不断响起，数十栋写字楼在紫色的火焰中轰然倒塌，哭喊声瞬间撕裂了整座城市的平静。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却发出了冷笑：愚蠢的人类，承受神明的怒火吧。随着他的话音落下，我清晰地感觉着纯粹的恐慌和绝望能量正在空气中不断弥漫，而这些本该属于自己的顶级养料，现在全被这个不懂规矩的同行给抢了风头。很快胜利队全员加入了战场，趁着其他队员的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我立刻找了个没有监控的街道死角，然后迅速将双手交叉在胸前，感动我圈养的韭菜，今天不把你这身火星子给打灭了，我就不叫海帕杰顿。语音刚落，一团暗黑火焰直冲天际，恐怖千倍的黑暗气场瞬间笼罩了整座城市。原本还在狂轰滥炸的基里艾洛德人，在感知到这股能量后，顿时呆在了原地，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扼住了咽喉。马萨卡，你就是那只蛊惑人心的虫子吗？看着面前充满极致压迫感的庞大身躯，基里艾洛德人本能的后退了几步，但预言家还是硬着头皮放出了狠话：我代表基里艾洛德神在此宣判你的死刑，你那虚伪的黑暗，在我的净化之火面前根本不堪一击。预言家试图在气势上压倒对方，然而回应他的只有毫无感情的芝顿。而原本还在尖叫逃跑的市民们，在听到这个声音后，竟然全部奇迹般的安静了下来。是大蟑螂，大蟑螂来救我们了！没错，守护神来揍这个冒牌货了！听到这震天动地的欢呼声，我刚攒的蓝条又开始漏气了，于是烦躁地挥舞了一下镰刀，我准备把这压了一肚子的邪火全都算在基里艾洛德人的头上，抢我的邪神人设，还抢我的恐惧养料，你以为你算哪块小饼干？语音刚落，我庞大的身躯在原地瞬间消失，基里艾洛德人的战斗本能让他猛地转身，接着一记包裹着火焰的重拳狠狠地向后方砸去，砰的一声巨响，基里艾洛德人的拳头打在了空气上，没等他反应过来，两把闪烁着电芒的连爪已经劈在了他的后背，顿时基里艾洛德人发出了阵阵惨叫。仅仅是一个照面，场上的局势直接高下立判，海帕杰顿那令人窒息的实力让所有观看直播的人类再次疯狂欢呼，而基里艾洛德人却突然发出了一阵诡异的狂笑。原来如此，你这只虫子居然真的在保护这群蝼蚁，既然你想要当守护神，那我就吸干这群蝼蚁的绝望，再用这股力量彻底捏碎你。随着负面情绪的疯狂注入，基里艾洛德人身上散发出的能量波动竟然比刚才危险了数倍，就连背上的伤口也在肉眼可见的愈合。下一刻他缓缓悬浮在了半空中，然后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地上的人群。愚蠢的人类，这只虫子才是带来毁灭的恶魔，它的存在就是为了吞噬你们的灵魂，只有伟大的基里艾洛德神才能将它消灭。这道声音充满了蛊惑人心的魔力，他以为这番话能引发全城的恐慌，让人类对海帕杰顿的信任彻底扭转成纯粹的绝望，从而让自己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然而剧本并没有按照他预想的方向发展，只见一个大妈拎着平底锅，接着对天上的基里艾洛德人破口大骂：你放什么连环螺圈屁？这黑大哥帮我们保住了草莓蛋糕，只是一个好心肠的吃货，怎么可能是恶魔？就是大蟑螂哥哥还救了我们的郊游校车，你这个头上冒火的坏蛋才想毁灭我们。没错，打倒这个冒充神仙的骗子，护国神虫冲啊！一时间整个街区群情激愤，人类不仅没有对海帕杰顿产生恐惧，反而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家养宠。见此一幕，基里艾洛德人彻底暴走了。只见他双手向前展开，瞬间朝我打出一道紫色的预言光柱。然而我却没有躲闪，只因自己的身后就是万家灯火。面对如此恐怖的光柱，我不仅没有开启空间屏障，反而迎着那道预言光柱飞了过去。真以为本大爷只能靠绝望充能吗？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吞噬。说完，我举起两把暗金色的巨大镰刀，胸口的黄色器官也在爆发出夺目的光芒。就在预言光柱即将命中自己的瞬间，我的双镰猛地向前一弹，直接插进了那道狂暴的光柱之中。海帕杰顿第一式吸星大法，瞬间光柱如同溪流般被我吸进了体内。接着我大喝一声，打算用最霸气的反派台词结束这场闹剧。想抢我的救世主剧本，想跟我争流量，你这神棍还差得远呢。说完，我闪身到了基里艾洛德人的面前，然后一记肘击将其肘向了高空，接着一发炽热的暗飞火球收场。顿时城市上空升起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见状，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将那些散落的能量光点吞进了肚子。可惜这种外星神棍的能量并不纯粹，再加上刚才掉的蓝条实在太多，自己现在的状态可以说是虚弱到了极点，根本无法多摆1秒钟的造型。为了不让人类看出我的外强中干，我只能仓促地开启传送门。伴随着空间的一阵扭曲，我的身躯瞬间消失在了原地，独留下满城欢呼的人类。半小时后的 TPC 总部指挥室。
时，我的脸色惨白，像葛优一样瘫坐在沙发上。见状，队长立刻喊来了星野顾问。星野，刚才的战斗数据复盘出来了吗？我的心里总有一丝莫名的不安。闻言，星野叹了口气，随后将复杂的波形图投到了主屏幕上。队长，这也是我正要汇报的异常情况。我们对比了几次出场的数据，海帕杰顿在击败戈尔赞和梅尔巴后，他的能量反应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峰值，就像是在进食恢复一样。但是当他击败了基里艾洛德人之后，那股能量不仅没有出现峰值，反而呈现出一种萎靡不振的下降趋势，像是吃了一顿大餐，结果发现这顿大餐不仅没营养，还让他消化不良了，或者说他的恢复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听到星野的分析，队长的眉头不禁皱了起来。再这么下去，下次要是碰上个硬茬子，海帕杰顿还怎么打？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个解决方法，让海帕杰顿好好吃上一顿饱饭。话音刚落，指挥室再次响起心惊肉跳的警报声。见状，白石立刻切换了卫星侦察画面。队长，城市西部的多多良山脉检测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暴虐生命反应。与此同时的屏幕上，雷德王咆哮地冲出了地表，那双充满破坏欲的眼睛正死死盯着远处的城市，而粗壮的手臂仅仅是挥动了一下，竟将身旁的小山头砸成了平地。看着他缓缓向城市前进，我摸了摸隐隐作痛的胸口，因为我十分清楚，以现在这种几乎空蓝的虚弱状态，想要一击秒杀这个皮糙肉厚的肌肉怪，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是现场传来的惨叫声和哭喊声，又让自己的心里十分过意不去。我可真是个嘴硬心软的贱骨头。想到此处，我走到了队长身前。队长，我现在低血糖严重发作，申请去走廊的贩卖机买瓶快乐水续命。闻言，队长若有所思，最终他答应了我的要求。于是我深吸了一口气，一溜烟便冲进了没有监控的楼梯死角。幸好刚才出现了高质量的负面情绪，只可惜我这蓝条怕是永远无法回满了。说着，我撕开了一道空间传送门，然后一头扎了进去。与此同时的城市中央，雷德王举起了一块巨石，然后朝着摇摇欲坠的救护车砸去，而车里的护士和伤员纷纷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海帕杰顿犹如神兵天降，稳稳挡在了大巴车的正前方。在将救护车传送至了安全地方后，我当即凝聚高度压缩的暗黑大火球，直奔雷德王的脑袋轰去。按照以往的经验，这种级别的攻击足以把怪兽炸得粉身碎骨。然而待这次的黑烟散去时，雷德王竟然硬生生地从火海中撞了出来。虽然他的表皮被烧得焦黑了一片，但他根本不在乎这种程度的疼痛，而是双眼血红地抡起粗壮的右拳，接着径直地朝着我的脑袋砸去。见状，我吓了一跳，连忙用仅存的能量强行撑起空间屏障。当雷德王的重拳砸在屏障上时，刺耳的碎裂声响彻云霄，一股无法阻挡的恐怖物理冲击力顺着屏障传到了我的手臂上，顿时路面上划出2道深深的沟壑。这一刻，整个城市仿佛按下了静音键，所有通过直播看着这场战斗的市民全都难以置信地捂住了嘴巴，就连队长也彻底僵在了原地。此刻，全世界的人类真真切切地意识到一件事，那就是他们心目中那个不可战胜的黑暗守护神，竟然在这个肌肉怪面前落入下风了，并且战斗还在继续。画面中，雷德王再次甩动粗壮的尾巴，接着狠狠地向我抽来，而我却因躲闪不及，被这一尾巴抽得倒飞了出去，并且重重撞塌了一座废弃的烂屋。见此一幕，队长的眼神中闪过了一丝决绝，不能让海帕杰顿孤军奋战，如果他倒下，这座城市就完了。所有人立刻驾驶战机升空，利用战机高机动性，给我死死牵制住雷德王的注意力，为海帕杰顿争取喘息的时间。很快，一架架战机呼啸着冲上了天空，为了能尽快让我脱身，黑泽几乎是贴着雷德王的头皮飞了过去。他一边嚣张的挑衅，一边发射穿甲弹打向雷德王的小脑袋。而此刻的废墟当中，看着天上被雷德王追着乱窜的战机，以及远处避难所的人群，我的心中燃起了熊熊怒火。为了不让队友们的心血付之东流，我将体内仅存的能量全部压榨了出来。想过去，先从本大爷的尸体上跨过去。说完，我张开双翼，庞大的身躯再次挡在了避难区的前方。轰的一声巨响，一大一小2只巨兽猛地撞在了一起。这一次我没有开启空间屏障，而是用强横的肉体硬抗了这一击。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副队长立刻组织地面部队疏散平民，同时又在主干道下方埋设了数百枚震荡弹。做完这一切后，副队长驾驶着通讯车大喊：“海帕杰顿，快将怪兽引到这里，我们在这埋下了震荡弹。”闻言，我点了点头，再向雷德王发射一颗火球后，雷德王像一头被激怒的蛮牛，追着我一路狂奔。就在他即将踏入主干道的那一瞬，我迅速瞬移至安全的地方。副队长见状，立刻按下了按钮，顿时极高频率的震动刺激着雷德王的神经，他也失去平衡，一头栽进了地面。见状，我再次调动空间之力，一镰刀精准切入了他的心脏，然后汇聚能量炸开了他的身躯。呼，这肌肉怪终于死透了，这次应该能大补一顿了吧？说着，我张开了双臂，准备将散落的怪兽能量尽数吸入体内。但就在这时，幸存的人类全都一窝蜂地涌了过来。见状，我整个人都麻了，我次能不能别这么搞我啊？